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房屋面对面，我是王一飞。俄罗斯今年经济的困难可能超出大家的预料之外，为什么呢？因为目前俄罗斯主要收入的来源石油天然气，那收入是大大减少，非石油天然气的收入也在减少，而1月份的预算呢又下降很多，支出又增加了。这样怎么才能够把这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下去呢？特别是对于战争的经济支持，能支持多长时间呢？今天就这个问题，我们请来了雨天先生，请他对俄罗斯当前的经济困难以及经济困难对军事行动产生的影响会带来哪些不可测的因素？雨天先生，你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要说从俄罗斯历次的，包括前苏联历次的对外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俄国人的对外战争跟油价那是强相关的。比如苏联入侵阿富汗，当时呢就是国际油价从10美元涨到了40多美元，然后呢苏联呢就入侵了阿富汗，在阿富汗打了10年之后呢，油价后来被弄到了大概12美元左右，就在油价暴跌的第2年，那苏联就撑不住了，就赶紧撤兵了。所以这个油价高了之后，他就有钱可以打仗。然后呢再过2年呢，这个油价又上升到100美元了，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在腾飞嘛，那个把油价带起来了。但是这个油价又在超过100美元之后呢，没过2年，俄罗斯去把克里米亚给拿下来了。我有钱，我可以干这事儿；没钱我就没办法了。可是目前的情况，1月份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收入比去年减少了46.4%这个幅度还是很大的，达到了4000多亿卢布。这样的趋势会不会又出现当年俄罗斯那些从战争中退出的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呢，这里面呢要分析一下这个低油价究竟是一个短期行为还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如果只是偶尔的短期行为的话呢，就比方说因为西方的制裁或者是因为各种美国操纵油价这个呢可能是还不会影响它的战争行为。但是如果俄罗斯判断这是一个长期趋势的话，那么我觉得呢，这对它的战争行为就会有很大的影响了。我觉得这种收入减少、支出增多这种因素有可能不亚于西方对它的制裁，因为这是内动力没了。过去的是外部因素，我还可以抵抗一下，内动力没了，那就没招了。其实去年那个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呢，有些人判断俄罗斯一定会打乌克兰，靠什么判断呢？就是因为当时油价超过100美元，通过这个看似很荒谬，但是准确的预判了俄乌战争。然后后来呢，这个俄罗斯在战争中呢是越打越有钱，是吧？有一阵时间，越打这个油价越高，油价越高，它收入反而越高。所以那个去年的那个前半部分呢，俄罗斯确实越打越有钱。但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呢，美欧国家开始强力的削减俄罗斯的这个石油，造成俄罗斯石油出口的困难。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今年1月份相对于去年1月份，它的收入降低了这么多。但是我们要看另外一方面，现在欧美强行的压制了油价，代价是什么？就是欧洲整体的需求减少，因为现在欧洲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并没有显著的增加。因为现在 LNG 就液化天然气的船呢，世界上还是只有这么多。俄罗斯的输油管道和输气管道又被停了，那么欧洲靠什么来维持他们的工业呢？那当然是削减工业了。欧洲现在各大企业的开工率明显是不足的，就因为能源减少。这不就成了一个赌的情况吗？我也有损失，你也有损失，看谁能抵得住。但是客观的讲可能俄罗斯承受的压力更大。那是一定的，毕竟西方他们是美国加欧洲这2个地区，俄罗斯就只有1个，所以俄罗斯承受更大的压力。以前呢，我曾经有一个观点，那就是在和平时期，大家比的是谁过得更好；在战争时期，大家比的是谁活得更长。显然，俄罗斯的这个气肯定是非常长的，只不过日子肯定不好过。而欧洲国家呢，那么他们显然呢，就是说他们日子过得肯定是更好的，但是他们的这个气不会那么长，他们的粮食、能源，这些基础性的这些东西呢，都不如俄罗斯这个底蕴厚。所以双方呢，现在这么耗下去呢，究竟谁能胜，还是另外一回事儿。此外呢，虽然西方国家断绝了跟俄罗斯直接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贸易，但是现在还有转手贸易比方说印度就通过转手贸易，赚得盆满钵满。此外呢，就是去年还有一个消息，海上的这种石油走私行为现在是特别的猖獗。比如有记者就发现一艘俄罗斯油轮开出港口之后，在公海上跟一艘可以进入欧盟的港口的这个油轮呢一起待1晚上，然后呢，这个油轮就那个俄罗斯油轮就回自己港口了，另外一艘油轮呢直接就开到欧洲的港口去。
而欧洲港口呢，对这种行为呢，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呢，这个虽然表面上来看呢，这个政策上石油是断绝了，但石油贸易其实并没有断绝，只不过呢，这个环节长了之后啊，有更多的人来分这个利润，俄罗斯的收入下降，那是肯定的。所以啊，想通过这件事情把俄罗斯彻底打垮，看来啊，短时期内是不可能的。当然了，要看俄罗斯它的坚韧的程度，能不能恢复到像二战时候的那个时候的忍耐程度。如果真的恢复到那个忍耐程度，西方也没有更多的招法。好，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方方面面面，下一期我们再见。